家安。前阵子第一次接到了厂商邀约，来自高雄的本土品牌 Jonice， 请我开箱他们家产品。他请我报价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也是第一次拍产品评测，不想要拍起来很有压力，就没收钱。现在来开箱一下收到的 Jonice 大礼包。首先重头戏就是这支 Elastic 系列的精灵6 Pro， 附了一个白色的绒布袋，外观真的没话说，白色金色的配色很有质感。它属于 Jonice 的 Elastic 系列，这系列主打的就是高弹性、击球感跟操控性，有3U、4U、5U 能选。我这支是4U G5的规格，耐棒30，平衡点305，算是典型的头重牌。中感虽然官方标都最硬，但实际上中感本身我觉得其实没有到真的超硬。主要是因为它是6毫米超细实心中感，才会让打感整个偏硬，跟龙牙1的那种死硬又不太一样。这支比较算是硬中带弹。球拍的各种新科技我就不详细介绍了，贴在这边给大家参考。总结一下，主要就是增加击球的弹性跟手感回馈，还有超细中感让力量的传导更干脆。这次穿的是 YY 的66UM 27磅。再来，你只要从官网买这支球拍，就会送这件帅帅的衣服。再来还有3件球衣。白色的球裤就不多说了，反正都是帅帅的。好，刚换上一套帅帅球衣跟帅帅球裤，回到开箱。我一开始想说，我又不是专业的，没办法像其他频道那样这么专业的分析球拍。但其实会看开箱影片的，大多是我们这种一般业余球友，甚至是新手。有时候教练或科班选手觉得好打的拍子，我们根本打不动，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好的发力。举例来说，他们可能可以发挥球拍的各种细腻特性，但对新手来说，其实只要甩大臂、长球打得远，他们就觉得一级棒。所以我这一次在台中办了一场球具，邀请观众们来打球，顺便试打看看。另外再特别请他们跟自己的观众拍做比较。如果你目前的观众拍刚好跟他们一样的话，那他们的心得对你来说就很有参考价值。而且这次球具是不限程度，就是希望能更全面的囊括各种程度球友的心得。好，我要收拾一下，准备去验球具了。那我是南分梦6到7左右，平常打胜利的100x或是超力的王者之剑，可能是小拍框的原因，所以如果打到球点的话，那个距离感蛮强的，只是 bang 就下去了。中感不会说真的很硬，感觉蛮弹的，100x会更硬，比王者之剑更弹一点。打球最强的话会是100x，再来会是精灵王者之剑，因为100x它是大拍框，对我来讲呢，我程度没有那么高，我的稳定性它会高一点。但是因为它小拍框，如果打到球点的话，落点是蛮准确的。平抽的话，我觉得会有点小慢，但是我觉得它挥起来的情况下去打个双打是完全没问题的。防守的话，我觉得因为它是算弹的拍，我要把它顶回后场是蛮轻松的，所以它适合双打后场的球友，然后混双男生。好，感谢你。我是铁粉女同学，大概8到9，鱼排是 YY 的 DG 系列，都是4U 的。它主要就是平抽档很好弹回去，不用花太多力。杀球必杀其实 OK， 只是说在重杀的时候会觉得头比较轻一点，没有办法很重下去。你贴身神力哦，那只我觉得很重。要选的话，我还是会选3DG，因为精灵那一只我觉得头有点太重。你刚刚说的太轻，太重，我说太重，但是他在重杀只要有击到天区，力量是足够的。如果杀球来说的话，是精灵大于我平常在打的 YY 3DG。接球的话，我比较喜欢 YY 3DG 的切感，速度比较快。平抽的话，我觉得一样；防守的话，我会觉得一样。如果是4U 的话，我觉得适合力量比较够的人，因为我身高比较矮，所以我觉得力量不够，后场反拍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我其实打1年多而已啦。我是安，大概是初中左右。我主力还是富利特的这支安达。我是北京农的0.5 Pace。一开始我就觉得蛮重的，手会比较酸，但是在长球跟杀球的时候，其实
回馈蛮好的，就是回馈蛮好的。我也是觉得就是稍重，因为它的那个平衡比我的这只再往前一点，所以杀球很好，就是一下压下来这样。杀球他比较好，你的他是指它精灵对对对，精灵杀的比较好，就我觉得比较好，控制的方向比较好。我觉得也是原本习惯这个的手感，平手应该是这个比较好，也是精灵比较稳定。防守精灵可能比较重一点，所以拿下比较快。我觉得防守也是自己习惯的问题，抽起来比较习惯，他可能比较棒速嘛，所以就会挂网。暴力型球员，喜欢杀球的人会很喜欢，因为他手感真的蛮好，就是那个边甩的感觉还蛮快乐的。好，搞定，感谢你们。好，感谢。是偷溜出来打球的燕玲，程度大概11吧，AT28。至于我觉得头真的是蛮重的，尤其是在防守的时候会觉得好像稍微慢了一点。进攻还蛮明显有感，那个头重压下去，还是比较喜欢我的惯用拍，因为它还没有到我想要的中感硬度。它是靠头重压下去，我不太习惯那种感觉。接球的部分，它的确蛮好带的，我会选它。长球也蛮好带的。轻抽我还是会选我惯用拍子，因为我惯用拍子平衡点比较低，所以抽起来会比较顺。我觉得适合喜欢打拉吊的人。我是阿才5级6级日 U 的低叉式，上手的时候头有点重，感觉得出来中感比较细，跟低叉式比起来的话，差不多硬度，弹性也差不多。最主要是拍框啊，拍框硬的感觉出球比较快，这很特别。搭球的话，我觉得这支球质可能好一点，因为它头重的感觉比低叉式还要多一些，但是感觉起来它的拍框好像也比较小一点，就要多一点时间去适应。平手档的话感觉还可以，但是也是需要一些发力基础，觉得防守可能就不是他的强项，因为他头稍微重一点，还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去适应它。我觉得我自评大概5级6级的话，打这支球拍还有一点点吃力，所以可能要介于高阶一点的球，或者是对力量很有自信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理中文，程度大概是0级，因为欠缺基本礼。D Pro 跟 D 叉9叉打起来还有一点弹性，打球还蛮有力的，也觉得还不错打。连贯的话就会比较辛苦一点，蛮好切球的，不用用大的力气就可以很好的切到蛮好的球点。跟我的11 Pro 比起来，就是重蛮多的。11 Pro 应该会是比较好上手的，还有另外一只是 D 叉9叉，这两只都是比较偏平衡的，所以打这个精灵6 Pro 算是。对我来讲比较稍显吃力。好忙，开始换球拍。搭球的话，应该是精灵大于11 Pro 大于 D 叉9叉。防守我觉得是 D 叉9叉11 Pro，然后这一支长球这支蛮好打的，应该就会变成精灵 D Pro 跟 D 叉9叉。发力比较好的后场壮硕的男生，对单打手算是蛮好打的球拍。Simon 程度大概8、9那边吧，我都打攻绳的比较多，打文中感的，所以我喜欢比较弹的。我比较喜欢平衡拍的感觉，这支让我感觉我重了一点，控球很准，杀球很好杀，对球的打点很好打。这就是我不太习惯头比较重的，因为我的反馈太直接了，我比较喜欢那种咬球感。它杀球比较快，但是硬量比较接球这支比较好，很好碰点。平抽这支反馈也很好，防守就因为头太重，所以说实话对不起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单打吧，我觉得适合单打。我是杨的高中同学，6、7级左右，有2只都很至于，我觉得蛮重的，比较硬一点。我觉得精灵比较平衡就是搓也可以，切也可以。发球我比较喜欢卡林的，因为卡林的再硬一点，然后头比较重，就不用自己用手去带方向。切球还比较喜欢精灵，因为觉得比较好控，因为它比较平。觉得新手可能比较不适合，可能要拿再轻一点。
就程度大概有5到6之间，所以4U 的，对，中感应，所以杀球杀下去还蛮顺，打下去是很直接的，感觉不一样。我觉得那一只精灵6是比较直接。那切球还没有接过，还没有切，你打那么多球？平抽，我觉得那只比较防守，我觉得我的黑金子比较好防。我觉得它的发力基础够，至少100年以上，可以买这只。我的惯用拍是 YY 的7 Pro 4U 跟胜利的龙牙1代5U， 不过实测后发现这支跟4U 龙牙1有点像，所以也拿进来一起比较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拿这支4U 的精灵6 Pro 的时候，真的不太习惯，光是会空拍就能感受到很明显的头重感，跟4U 龙牙一样，在平抽跟往前封网的时候很好吃，而且因为硬中感还有倒拍弧的关系，如果是像我一样发力没特别好，或是力气比较小的时候，应该会觉得那种被挤到的被动球容易顶不出去，或是因为会速慢，你可以全压不下。不过相对的，在主动进攻跟出球上面，它的优势很明显。首先跟其他投中拍一样，发短球特别好，然后我最有印象的是它的攻手感，杀到点的时候那个弹射边际感，真的就2个字，超舒服，手感很扎实，指向性也不错，有指哪打哪的感觉。这一点在做切球跟跑拍的时候很明显，不像7 Pro 如果手腕没有特别压下去，切球会飘起来转，长球就跟其他投中拍一样，用开头惯性带进去就好，很轻松。我把各个球路的排序列在这边，大家自己按暂停看一下。总结来说，我觉得这支适合单打手跟双打的后排球员，这种指哪打哪的控球，还有轻甩砍杀球这种方式。但如果你喜欢打快节奏平球，或是出中阶球友，可能发力还没那么好的话，强烈建议选5U 的。我自己就很喜欢拿这种5U 投中牌，因为清水挥速快，平抽防守都没问题。但同时又因为高平衡点，所以球很好压，可以想象成拿一把不重的长柄铁锤，用甩的去敲人那种感觉。所以这边特别想跟出街球友建议一下，真的不要因为想追求杀球就跑去买投中硬中感的先生，除非你天生神，不然当球拍太重导致你挥速下降，或者力气不够没办法打出那种档级变的时候，杀球根本不会变快，甚至还会变慢。最后，我也是第一次拍球拍评测，如果大家对影片的呈现方式有什么建议，欢迎在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的惯用拍是影片里面没提到的，也可以留言看看，我刚好打过的话，就能帮你比较看看啊。然后9Nice是设计跟制造都在台湾的本土品牌，希望这部影片能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品牌。然后这2件球衣是厂商提供拿来抽奖给大家的。不过因为已经寄给我了，所以尺寸就固定是 L 号，比较拍谁。那也不定什么抽奖规则了，只要留言就算参加。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